有啊，哇，我是猛，我是猛，在地很猛，跟他走就对了，跟他走，哥到我飞哥，他等一下那瓦斯桶就从你前面打下来。他可以保护我啊，没人敢撞他。我是克里斯，我是克里斯婆。今天又来骑车啦，思密达，没有错，第一次跟克里斯坡在这个韩国首尔搞浪漫骑车旅行记嘞，觉得如何？很兴奋，很兴奋，又有一点紧张。为什么紧张？不知道克里斯会不会骑车？因为确实啊，首尔这边骑车的话，交通上有一点车水马龙啊，需要一定的技巧，还有一些观念。所以现在我跟克里斯坡就准备去牵车。然后这部影片呢，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租车的完整流程之外呢，还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在首尔上路一些该注意的事项。OK， 请看那里，那什么？怎么样？有趣，很大的雕像。OK， 好的，看来克里斯坡的注意力完全不在这一次的浪漫骑旅上，看来我得再想办法感化解决他。总之呢，会有这一次突如其来的首尔骑车体验，其实是克里斯坡来首尔看演唱会。我就想说，首尔来了那么多次，也是时候制造一些不同以往的浪漫，所以就临时挤出时间，加码这一趟首尔骑车冒险之旅。踏进租车行，店员知道我是第一次在韩国骑车，马上展开了一场小型交通讲座。不夸张，从法规、路权、Mega 都讲得巨细靡遗。但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就先带大家看看几个重点。影片最后我再完成补充我实战后的心得总结。Navigation I'm set. Never map. 就是要选择 Never map 或者是那靠 map. High pass off. Okay, that's it. Yeah. Am I allowed to make a right turn during the traffic light is red? Yeah, turn right. Okay. People careful. Oh. People. Okay, 要注意行人就可以了。No sign. No sign. Only go straight. Only go straight. Yeah. Okay. 好。哦，如果没有那个左转的牌子，我只能直走。Catering. 哦，Catering. Petrol station. Petrol. Yeah. Petrol station. 3 type. Regular gasoline, premium gasoline. Premier, regular. Yeah. And diesel. Yellow. Yellow. 黄色的。In Korea, and motorcycle parking is very free in Korea. Yeah, very free in Korea. Yeah. You can park on the sidewalk. Sidewalk. Oh, on the sidewalk. Sidewalk. On sidewalk. Oh, okay. And but crowd zone avoid there. Many people don't park here. Lane splitting. Because when the traffic jam, can I ride between the cars? Cars. Yeah. Yes. It's okay. 哦 ，OK，感谢店员的诚心分享。现在就向你补充我这次租车的完整流程。首先，你需要拥有有效的护照以及国际驾照。然后，到我们的官网提前预定所需的车辆以及租车的时段。目前所提供的车型一共分成4种级距，各级的租金价格、配备都可以在他们官网点选的时候都能看得到。然后，租金本身是有含基本的第三责任险。也可以在自行选择是否额外加购碰撞险，碰撞险的费用也是依照车辆级距而递增。像我这一次坐是 K1 级距的 Vespa LX125，车子1天的租金是$49，再加上2顶含有内部通讯的安全帽，单日一共$14。额外买的 K1 级别碰撞保险，单日$11。这样加总起来，1天的费用一共是$74。在官网预定的时候需要刷卡18%的费用，剩下的费用就到店结清，含元现金或刷卡都可。对了，记得带上护照以及国际驾照。整个流程从订车到签车，我觉得非常的简单。另外，如果要借手套的需求，都能免费提供。至于挂箱的部分，车款依据的话，也是不收费，帮你挂上。至于其他我没有提到的详情和资讯，在他们官网其实都可以看得到。然后，官网内建的聊天窗口的回复也蛮快速的，赞赞。顺带一提，这一家租车行从捷运虎门站7号出口出来，走300公尺就能抵达。OK。在我分享首尔实战后的心得总结前呢，先来再次感受克里斯坡与我首次在韩国骑车的激动心情以及意外小插曲。有没有罗马假期的感觉？还没有，大家也知道吗？我都是以搞浪漫自居的，仪式感也很看重，所以就选择这台浪漫跟仪式感兼具的韦斯牌，用 Never Map 速可达模式。我的天哪，好小台啊！我可以上了吗？可以啊。有油没？哇，它的灯有点高哎。目前是满格油，目前里程是23752，
哇，这悬吊好 Q 啊！它悬吊前面就左转了、啊，那么刺激啊！我到底会不会的？很吓人呢。走了，走，上路。我靠！到底可不可以咯？到底行不行？你会不会的？刹车好软哦！好刺激哦，好刺激哦！哇！哇，好刺激，好刺激哦！我骑在韩国的街头，好不好？哇，好可怕！哇，好不好？骑在韩国的街头。好不好？你在干嘛？你到底会不会骑的？你干嘛？这里可以左转，这里有蓝色的左，对，这里有蓝色的标志。呵呵，好可怕哦！这个刹车有点软哎，这是碟刹还是鼓刹？好像是鼓刹这台车。不然就起步还蛮有力的嘞。我有点看不懂这里的导航哎。我右转吗？我不是左转吗？他叫你从小路有一个小路右转，我从一个小路右转，这里右转。可以有明白了吗？哦，要礼让行人。对呀，对呀。要礼让行人。可以了。OK。有趣，有趣，有趣，有趣吗？很可怕！要骑车了，且韩国的路很少坑洞哎，我居然很少那种屁股起伏的感觉了。没有啦，这台车的悬吊也很 Q 啦，这台车悬吊确实这个路比较好啦，它的就补丁蛮少的。好像很好哎，没什么凹凸不平哎。哦，它就起伏快，到中尾数就比较慢下来了。哇，完全就是台湾人呢！我们骑机车跟台湾人一样，很糗哦。我前面要左转呢，怎么办？找左转的灯啊！这里是不用带转的，找左转的路线。这里的机车是不用带转的。哥，骑慢一点，带我飞。过不去。刚好有哥带我飞。刚好一个在地骑士可以带我左转示范一次，不过这里还好啊，这个路口算很单纯的。对啊。好吧，哇，可以看到吧？绿灯左转，这是我们有被保护的这个。对。看到没有？有被保护的意思。对，跟着他们走就对了。对，跟着在地的走对了。哇，油门一拜超车了。哇，这里热闹。各位，红灯可以右转哦。哦，你看这个人打右转灯，你又可以跟着在地了。对呀，看到没有？红灯可以右转哦。哎呀，可惜没有填到红灯右转。可是要礼让行人。对，要礼让行人。哎，这位妹妹要过了吗？哎，这边会拍照片的那边，还有警告哎 ，photo enforcement， 有测速执法拍照。只是不懂是3年还是怎么样，因为这里红灯可以右转了嘛，所以可能就不要靠右边比较好。我要直走的话，我停那边的话，可能会挡到就后面来车。对啊，不能像台湾一样一直都靠右边。对啊，就是用你的，对啊。台湾的机车族永远都靠着右边。我觉得其他国家那种机车可以跟着走是比较好的。就跟着你要去的方向走啊，对啊。要带转区哦。直走就走中间啊，你要靠右就靠右边啊，看没有？红灯右转，看到没有？对啊，你看人家走得多顺啊！哦，完蛋了！熄火！干熄火！尴尬了！干在路边熄火！阿爸，你不要乱搞！为什么突然熄火了？哎呀，没有，就天气冷啊，正常啊，这种车天气冷在熄火。这个工作完全不客气了，这8年。真尴尬。哎，他们住的饭店前面就是市政府。哇，从租车行到这里其实蛮快的呢，坐局大约20几分钟吧。对啊，如果是开车、骑车，大约是15分钟就可以到了。来，这捷运站，我们放的捷运站在这边。车子停在饭店了，下周有好去吃个晚餐，准备明天去一个浪漫壮游了。怎么样？第一趟在首尔骑车，什么感觉？非常的刺激，刚刚还被公车司机扒了一下。我还以为是鼓刹，结果是碟刹嘞。因为它的那个刹车手感感觉有点没那么直接了嘛。
变黏黏软软的。不错不错，游刃有余。游刃有余吗？哎，那是我的技术去 cover， 去弥补它的不足，好不好？刚停在半路上，那公车司机就扒了一下，那个克里斯就觉得，游刃有余的骑到旁边，没错，推到旁边。小车就是游刃有余啊，我的长腿就歪往压着滑腿就游去路边再发动。没有啊，其实很冷呢。对哦，很冷。现在晚上会有4、5度哎。对哦。然后听说明晚会到1、2度哎，然后白天大约是14度左右嘛，到12度左右。对了，要去买针织了。没错，买针织衣了。杜卡迪 Desert X， 杜卡迪。确实啊，我觉得在首尔骑车真的，我觉得来个全新的地方是吗？建议还是骑白天比较，先熟悉一下比较好了嘛。因为可是我觉得韩国的路还不错。哎呀，22秒。坑坑巴巴，没有台湾那么多。对，这里离明洞走路只要15分钟，然后距我这次注册韩国也很近，坐捷运只要25分钟。然后呢，重点是很好停车，这是我们第2次坐在这里了，还不错，真的很方便，靠近市政府，交通非常的方便。没错，然后半夜饿也不用怕，整条街可以吃东西那边，对，烤肉啊、炸鸡什么都有。OK， 我们这里住4天的话，大约是韩币100多万，换算下是台币大约6000多块。没办法，为了克里斯坡。这样。没事啊。然后我建议，可以的话戴自己的安全帽。因为看克里斯坡的头型太过娇小了，9头身龙嘛，那有很多那个安全帽都不太适合，对不对？克里斯坡。对。看到房间吗？6000多块的房间长这样子，没办法，我觉得真的很方便啊。虽然有点紧绷，但是这里服务还蛮好的，也很安全。需要擦吗？对，就这样子，没错。衣柜、保险箱什么都有，厕所也是干湿分离。在这边，花洒，然后没错，我们没有指定房间啊，所以就安排我们这2个2张单人床这样子。OK， 那我这里稍微为大家整理一下在首尔骑车的注意事项。首先呢，跟台湾一样，都是靠右行驶。在市区里面呢，基本上没有车种分流，大家要注意，巴士专用道。在首尔市区里面呢，公车专用道还蛮多的，就是蓝色的线，还蛮明显的，都是靠左边的时候要注意。然后我在市区骑乘的话，我是没到什么进行机车道路了，不过主场有说了，偶尔还是会有，所以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下，看有没有进行机车的一些告示牌。然后韩国的话跟台湾一样，就是机车无法上高速公路，所以还有注意是 Google Map 在这里完全几乎不能用。所以可以下载 Kakao Map 或者是 Naver Map， 像我本身是使用 Naver Map 啦，还不错啦，用起来还蛮顺手的。中文的话，它有支援简体中文啦，然后也是有2轮模式，可以避免你误闯高速公路。说到这，越意外的是，在韩国首尔，它的那个测速照相，还有不依照灯号行驶，就是闯灯之类的，它的科技执法的密集度不亚于台湾。Naver Map 我也很推荐坐在这里。因为它也整合了类似台湾的神盾功能，除了也是会提前警示之外，到举发范围还会全屏闪红，非常的方便。所有市区都是限速50嘛，然后学区或者是一些社区的话就限速30，基本上不是50就是30。也许是韩国路上2轮数量真的非常稀有的关系，所以我是有点担心韩国的用路人会不会比较不熟悉2轮的存在，所以防御性驾驶观念我是特别严格，甚至加重去留意这样。我觉得大部分首尔的用路都是蛮 chill 的啦，但是呢，等红灯的时候呢，如果后车会很贴近你的话，很大部分都是公车，没错。现在主持行也是有说过嘛，要注意韩国的职业驾驶，像是什么计程车啊、公车之类的。我想全世界大部分都有类似的情况吧。汽车左转的话，就是跟台湾的汽车左转的概念是类似的，可以注意一下那个 Bibo Ho 的蓝色标志。Bibo Ho 的韩文的意思就是为保护左转。简而言之，圆形绿灯就是可以专准司机再进行左转，箭头左转绿灯才有左转的优先。但你要注意周围的车况，因为这里红灯是可以右转的，所以可能也会遇到对向想要右转的车辆。没错，在韩国汽车开车的一个很特别的部分，就是红灯是可以合法右转的，但是右转前要完全先停止观察，然后再进行安全的右转。就算明显没有车的话，你没有停下街右转的话被人家看到的话，还是有机会被拦下并开单的。然后汽车停车的部分，因为韩国机车的密度没有台湾来的高，所以机会不会沿路都有那种机车停车格，偶尔有而已。汽车想要停车的话，基本上以不要阻碍交通为原则的话，大致上应该都没什么问题。所以我觉得是蛮好停啊，尤其是以韩国首尔这种大都会来说，机车好停程度也让我意外。简而言之呢，在首尔看到摩托车，应该90%以上都是外送车，
工作用车、休闲或用摩托车作为移动工具的真的很少，真的是蛮特别的摩托车环境。OK， 其他在韩国所有汽车的观念大致上跟台湾的差不多了吧？不过我也相信啊，如果你在台湾的汽车环境存活下来，我相信你很快就能适应在首尔汽车节奏。今天影片就这样子啦，只有我跟克里斯婆在韩国首尔的浪漫奇旅的记录影片，有机会再来分享。那我是克里斯，今天这样子啦，晚安，拜拜。